也许那些麦田圈不是星际访客留下的画作，而是一段声音频率的痕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麦田圈，有没有可能根本不是我们理解的图案和符号，而人类一直以来解读它的方向都是错的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声音可以让物质自动排成几何图案。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外星人如果想和人类沟通，他们可能用一种特别的声音或者频率，在麦田里以他们的方式给我们留言，就像我们通过旅行者1号携带的那张黄金唱片给外星生命留言的一样。各位都好吧，我们都很想念你们，有空请到这儿来玩。他们也可能用一种特别的声音或者频率，在麦田里以他们的方式给我们留言。别着急觉得离谱，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在科学上它叫声波成像。实验很简单，你拿一块金属板撒上沙子，然后再用弓或者音叉发出某个频率的声音，沙子就会开始跳动和聚集，最后形成一个完美的几何图案。频率越高，图案越复杂，这意味着声音本身就有成像的能力。所以当我们在麦田里看到那些对称的几何图案时，有人开始问，会不会那不是脚印造成的，而是频率的痕迹？根据研究，很多麦田圈是人造的，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，科学家至今都解释不通。比如英国威尔特郡那片著名的6环螺旋阵，麦子被均匀的压倒，没有破损，筋节被加热变形，就像被某种瞬间能量震过一样。用显微镜看，麦秆内部组织软化，却没有烧焦的痕迹，这就非常离谱。你想，如果真的是人用木板踩出来的，怎么可能让植物细胞结构高温软化？更神奇的是，有研究者发现，这些图案的几何结构和声音振动实验室里形成的波浪几乎一致。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假设，麦田圈可能是外星人用声音发送的信息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外星飞船能掌控能量场或者重力波，那他们是不是也能用这些频率的波动去震动地面？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音叉，当它们从高空释放特定频率的震动，地表的植物就会按照那股共振的波动形成几何图案。这些图案也许就是一种可视化的语言，比如地球人用电波发摩斯密码，而他们用声波画几何图案，看上去像艺术，但其实每一个角度、比例、间距都藏着频率编码。换句话来说，麦田圈也许不是他们留下的痕迹，而是他们发送的信息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他们要沟通为什么不用电波，而是要搞得这么艺术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声音是跨物种最通用的语言，无论你是鲸鱼、是鸟类还是人类，都能感受到频率的共振。声音不依赖文字，也不受文化限制，它传递的是能量模式，就像某种让宇宙都能听懂的语言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外星文明真的比我们高级太多，他们可能早就放弃了语言、符号、文字，直接使用频率、振动和能量沟通。那我们看到的麦田圈，也许只是他们的一句你好。他们可能用声音写字，用频率画画，在地球上留下几何图案，向人类传递信息。而我们看着那片麦田，拿出相机拍照，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，他们可能在对我们说话。下次当你有幸看到一个麦田圈时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也许在麦田里正回荡了一段声音的频率，那正是他们的留言。如果外星人真的用声音和我们交流，他们已经说了多少年，而我们又错过了多少次？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咱们下期再见。